接下來趕快看到，尤其在中東地區這邊戰事是一觸即發了。納坦雅胡這一回逼川普要點頭要開戰，伊朗則是飛彈全國已經準備好了齊射了。另外一方面，他們又有大陸的武器來做撐腰，當中包括了有殲20嗎？紅旗9進場，中東戰火還壓得住嗎？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這是來自於最新消息 ，NBC 美國的媒體透露的。他說，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12月29號的時候已經預估了他會訪問海湖莊園，和美國總統川普他們會一起討論，接下來他們希望能夠再度的對伊朗來發動軍事上面的打擊，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認為伊朗從12月22號開始就發起了新一輪的這個彈道飛彈的試射，並且在許多大城市不斷的試射飛彈。這當中他們提到的地點包括了有德黑蘭、伊斯法罕，還有這些馬哈巴德等等的大城市進行飛彈的試射。所以以色列官員這樣說，他指控伊斯蘭革命衛隊可能會有眼轉為真正的戰爭來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以色列宣稱的，他說伊朗會由演轉戰是真的情資，還是他有可能惡人先告狀，先發制人的一個鋪墊的話術嗎？納坦雅胡他會不會真的成功說服川普先下手為強？成功幾率又有多高？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哈，這個我們分時間跟空間來講啊，先講這個空間啊，這個海湖莊園 Mar-a-Lago 啊，是川普自己的家，在佛羅里達啊，那有白宮不去。要跑到這個莊園，比如說我跟那個大川，這個大千了哈，我們說有事情的話呢，我有辦公室你不談，要跑到家裡去，故意的制造廣告。納坦雅胡自己就告訴人家說，美國最挺以色列的總統跟我之間私人交替，所以他這個空間上來講，他跑到這裡去。他講到伊朗這邊事情的話呢，伊朗有導彈飛過去，老早的事情啊。以色列不是有這個窮那個窮，我們台灣也不是跟以色列要學什麼鐵窮金窮啊，什麼鑽石窮一大堆，對不對？啊，那以色列怕什麼東西呢？以色列基本上要制造出一個事端啊，就是說呢，伊朗呢，他接下來談呢，就是伊朗現在利用它的那個濃縮鈾的部分，已經到達了已經是接近了核能武器，或者說就直接制造核能武器。但是呢，以色列要說服這個川普，我覺得說是以納坦雅胡的本領要說服川普，應該沒有很難的。那川普也會形式上講說，那我上次幫你炸了地底下地洞，對不對？又搞了這個 B2 轟炸機什麼的。那這次的話啊，如果伊朗又犯的話，我再來炸或什麼，那以色列一定講說，來，我自己炸就可以了。但是我覺得這個影響的效果是非常嚴重的，為什麼呢？我今天我看了這個消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你知道最近啊，這個官邸的長官呢，就是高市早苗的長官裡面講說，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啊。然後呢，日本的確擁有很多濃縮布啊，日本呢有能力有這個做導彈跟這個核武器都有可能。如果以色列要這樣子幹到伊朗的這個做這個濃縮鈾的這個計劃的話，那我就不排除中國也有可能會派殲20來炸他們。我就不排除這個可能性。好，另一方面確實現在中國的角色也變得越來越吃重，因為現在呢，在這一場戰爭當中，其實現在唯一起來說是不是要阻止這場戰爭繼續的，就是中國大陸。他現在我們來看到站上了聯合國，在12月23號這一天是大陸的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他呼籲說雙方趕快重啟談判吧，並且他也說了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他更是直接就向美國喊了一個重話，他說美國你在這個時候不要再孬了，應該要明確承諾不再對伊朗動武，並且主動跟伊朗恢復談判。他也呼籲歐洲3國，這些都是比較具體的，停止麥克風外交，拿起實際的行動來降溫吧。現在看起來是以色列鐵了心要美國一起打伊朗，那中國是不是唯一還在勸和的力量呢？這套和平方案真的能夠勸和嗎？那西方又聽得進去嗎？這些問題孫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剛才苑老師已經講得很有道理了嘛。其實從上一次這個美國跟以色列聯合打擊伊朗的核設施之後，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停火了。哦，那原因很簡單，因為對川普來講，他真的在付不起更大的代價了。如果這場戰爭在無窮無盡的打下去，他當然認為就見好就收了哦。他對以色列有個交代，也嚇阻了伊朗哦。那麼，但是以色列沒有吃這一套哦。以色列當時就心不甘情不願，而且不断的揚言說，這個絕對還要再進行另外一次的打擊。這個打擊根本事實上沒有殲滅掉應該有的這個核設施的這些相關的目標哦。所以從那個時候，以色列就早就想打伊朗。
現在只是找理由而已啊。就那個時候他說沒殲滅，他就等於是打了川普一巴掌，說你美國沒炸到，他又不好意思這樣講哦。那麼但是事實上他心裡恐怕認為，其實伊朗的這個濃縮鈾根本沒有在那一次的被轟炸當中被摧毀掉哦，所以呢他就開始找各式各樣的理由。那找什麼理由可以用呢？現在就來了一個最新的理由，說因為在試射彈道飛彈。那到底試射彈道飛彈為什麼一定會射到以色列那裡去呢？就做惡人做久了哈，就總是覺得好像大家都會來這一招。但事實上，伊朗閒着沒事幹，幹嘛又要射到你那裡去呢？伊朗好不容易才跟你美國達成了一個互不侵犯這樣的一個默契了，然後伊朗自己在發展自己的經濟，发展自己的這個相關的国防，他閒着沒事幹去打你以色列幹嘛啦？就以色列就是平常就侵略人家侵略慣了，然後就天天躺在那邊晚上睡不着覺，就怕人家殺過來了因為自己常幹這種事。那你說對美國來講，美國會不會再像上一次這麼力挺我是打一個問號。我覺得就像剛才這個苑老師講的美國可能口頭上給他幾句鼓勵但是你說叫他再派這個B-2轟炸機去轟炸一次，第一那招上次已經玩過了這次不見得會靈了第二，那個伊朗也沒有這個睡在那邊貪吃等死啊！伊朗自從上一次被修理過之後，他已經在加強他的防空力量了。誰說中國大陸的紅旗9不可能把美國的隱形轟炸機打下來的呢？如果不小心被打下來怎麼辦？那美國臉就丟大了。所以他出兵的話，他要先想一想，他上次的那一招已經演過一遍了，他這是再演一遍嗎？大家都已經知道你的這個航道在哪裡了，大家都知道你要用哪個地方用加油機來做加油了，要長程飛行接力的來打擊我了。以色列又不是傻子，這個伊朗又不是傻子，他當然做好準備了嘛。那所以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講，當然在聯合國發言是有其必要的，因為中國大陸在聯合國至少代表一個正義的力量。但你說中國大陸來勸和，我覺得很難的原因是因為美國跟以色列就不會買單啊。中國大陸跟以色列兩個已經很不 like 了，彼此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怎麼樣了那你說中國大陸去勸和，美國跟以色列會買單嗎？我覺得很難。但是現在中國大陸在做什麼呢？我覺得這就是美國當初一，中國就當15嘛，很簡單啊。你美國不斷的在台灣增加台灣的這個軍事力量，那我中國大陸也想辦法賣一點給伊朗，這有什麼關係呢？這很公道吧？大家都在做這個軍售生意啊，你可以賣，難道我不能賣嗎？所以你要賣多少給台灣，我也想辦法賣多少給你的敵人，就這麼簡單嘛。所以你看，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委內瑞拉，都是一樣的他們大幅度的跟伊朗跟这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去做軍事採購，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啊。那麼當然，我覺得。像剛才這個苑老師講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說，如果今天真的這麼幹了，的確，他的確給北京政府一個很好的理由，就是你高市有種就不要來給我搞核子武器，你搞了，反正你美國跟以色列演過一次嘛，對不對？你們演過一次了，那這次換我來，那你也不要在那邊囉嗦了。是，確實如宋委員說的現在以色列之所以這麼怕伊朗，也是擔心他隨時打過來，就是因為現在以色列看到伊朗整體呢在軍事上面，尤其是軍力上面的變化，已經遠遠超過當時記得嗎？今年6月他們雙方打的這個以伊12日戰爭的水準了。那我們來看到伊朗最近有什麼樣比較具體的軍力上面的變化？首先他這邊根據了解，已經可以產出年產量3000枚彈道飛彈的能力了，並且開始系統性的做這種空中戰力的升級。那武器他們從2個國家來買入，剛委員幫我們提到的，除了中國大陸的武器之外，其實還有俄羅斯的武器。先來看從中國買了哪一些武器，畫面上 CG 我們看到3個，第一個歼20，第二個紅旗9，最後是殲14的雷達。下面我們來看到俄羅斯，則是這個伊朗跟俄羅斯買的武器2款 S-400防空系統，還有它的蘇35的戰機等等。那所以中俄現在援助伊朗戰力提升非常的快，是因此讓納坦雅胡緊張了，坐不住了嗎？所以他這時候要先出手。哪一款武器現在看起來是以色列最擔心、最害怕的？干哥怎麼看？其實剛才大千講的完全正確。伊朗再射飛彈的可能性，國際觀察家預估50%以下，50%已經是非常非常的寬裕的形容詞，因為現在可能性很低啦。那為什麼有人就跳出來說沒有？我告訴你，就算有10%的話，我們也應該要先採取手段。那個人叫做尼坦雅胡，他就說：我告訴你，只要有10%的話，都會很驚人的。為什麼？因為大家已經知道，這從6月到現在已經補足了3000枚飛彈了，是真的，是真的。伊朗真的補足了，從中國跟俄羅斯雙方面進口。
那跟俄羅斯進口的當然是主要是防空飛彈，S-400跟 S-500，好像這樣子的防空飞彈。可是另外呢，跟中國進口的飛彈那是秘密。為什麼是秘密？因為可能有東風系列的戰術導彈。以色列他就發現說，其實